2008年秋天，晨曦微露，天光刺破云层，洒在小岛之上，一场盛大的揭牌仪式正在进行。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黑瞎子岛。幕布揭开，中俄两国代表相互致意。这一刻，中俄两国长达4300公里的边境线终于敲定，而这一切与俄罗斯领袖普京密切相关。一场鸦片战争叩开了大清的国门，引来了无数虎视眈眈的敌人。在遥远的北方，俄国不动声色地蛰伏隐藏，等待着给大清致命一击。抢夺领土是俄国最核心的目标，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俄国的侵略计划便缓缓拉开了帷幕。趁着清政府实力削弱，俄国盯上了东北与西北。此前，中俄曾签订过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但是贪婪的欲望侵蚀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公然违背条约，直接在1850年悍然出兵。随后，东北便迎来了一场漫长的噩梦。黑龙江率先遭压，俄国人不顾清政府的持续抗议，在黑龙江沿岸大肆屯兵，不仅设置岗哨，还组织了一场蓄谋已久的移民活动，甚至以庙街为中心，企图直接割据，建立了滨海省。武力侵占还不够，俄国还试图以外交欺诈的手段诓骗清政府签订割地条款。尽管清政府奋力反抗，但依旧以失败告终。中俄天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领土再次遭到破坏。然而，噩梦并未就此结束。1858年，黑龙江大片土地已经处于俄国的控制下，恰逢此时英法联军入侵，大故沦陷。于是，俄国趁火打劫，拿出早已拟定好的协议，竟然威胁清政府割让多达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知道，这一块土地的面积差不多与法国相当。更重要的是，这块土地距离北京只有800公里。只不过在那时，羸弱的清政府没有任何选择的资格，唯有屈服。1860年10月，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俄国假惺惺地从中调停，实际上是想坐收渔翁之利。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俄国赚得盆满钵满，竟然成为了这场战争实际上的最大受益者。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仅俄国此前的侵略得到了清政府的官方认可，就连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也被俄国强行占领。1864年，双方派出代表勘定西北边界，名义上是协商，实际上是俄国明晃晃的威胁。最终，清政府再度退让。通过这几份协议，俄国在近代一共侵占了中国将近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堪称骇人听闻。沙俄覆灭后，中俄领土争端也没有停止，而是绵延到了21世纪。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做出了不寻常的决定。普京的决定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归还领土，向中国表明善意。这个决定看似简单，实际上着实难得。纵然二战结束后，殖民主义遭受猛烈批判，被埋进了历史的灰烬里，但是殖民主义所留下的边界纠纷却始终令人如鲠在喉。就像中印之间，印度至今仍妄图拿着英国殖民者非法虚构的麦克马洪线挑战中国的底线。建国以后，中俄之间的领土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得到解决。普京执政后采取了大动作，准备循序渐进地归还我国领土。仔细算来，足足有4次。普京归还中国的第一片领土位于西伯利亚南线，这片地方虽然不大，仅仅有9平方公里，却彰显了普京解决问题的态度。面对长久以来的争议，普京选择直面历史，还原真相，将原本属于中国的东西原本送还到中国手中。这是普京的诚意，也为中俄的密切交往埋下了伏笔。随后，普京又将目光转向了珲春与哈桑地区，先后归还了5平方公里与10平方公里的土地。随着俄罗斯诚意的展现，中俄关系持续升温，在2008年进入了蜜月期。趁着大好时机，普京毅然决定将一半的黑瞎子岛还给中国。从此之后，这个位于东北地区的关键岛屿便由中俄两国共同治理。这一举动在中俄交往的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也令中国与俄罗斯的领土分界进一步明晰。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普京为何要这么做？难道真的是他高风亮节，不愿意占中国的便宜？其实，普京之所以多次归还中国领土，与个人品行关系不大，说来说去，依旧绕不开利益二字。换言之，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始终是普京的出发点。而将领土依次归还中国，从表面上来看，吃亏的是俄罗斯，可实际上这一举动能够给俄罗斯带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利益主要可以分为3个层面。第一，俄罗斯能够借机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共同抵御危机。尽管中俄在近代曾有过不少摩擦，但是两国也曾有过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光辉岁月。这种爱恨纠缠说明了同一个问题：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毕竟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两国是邻居。就国际局势而言，中俄都是美国的眼中钉。在此背景下，中俄的关系势必非同一般。
近年来，美国步步紧逼，依旧将俄罗斯视为头号竞争对手。但是，俄罗斯内部存在着各种问题，国家产业结构不均衡，人口流失严重，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尖锐。这样的俄罗斯难以与美国抗衡，抵挡未知的狂风骤雨。与举步维艰的俄罗斯不同，中国发展势头强劲，可谓是一路改革，屡次创下经济增速的奇迹。更重要的是，美国忌惮中国，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拥有全球最广阔的市场，中美经济联系密切，难以分割。一旦中国市场出现波动，美国也会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也在加速转型升级，不知不觉间已经掌控了多条产业链，拥有了话语权，站在行业上游。因此，普京清楚地意识到，俄罗斯想要自保，就必须和中国搞好关系。一方面，中俄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一致，能够形成一股与美国抗衡的力量，防止美国干涉亚洲事务。另一方面，中国还能注意俄罗斯经济起飞，加强两国的双边贸易合作，对俄罗斯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既然想和中国搞好关系，那俄国就得拿出诚意，归还领土的确是示好的最佳方式。第二，普京的这一举动同样有利于在国际社会为俄罗斯树立正面形象。要知道，虽然苏联解体，俄罗斯地位跌落，发展遇到了瓶颈，但是普京心中依旧怀有一个大国梦，他希望能够在执政期间助力俄罗斯复兴，让俄罗斯成为真正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闪耀。良好的信誉与口碑是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之一。普京归还中国领土，不仅是在向中国表态，也是在向全世界彰显俄罗斯的姿态。第三，归还领土后，这些土地反而能够为俄罗斯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要知道，碍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限制，就算土地在俄罗斯手中，往往也无法发挥出效果。如此一来，俄罗斯便相当尴尬，既有恶人的名声，又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回报，怎么看这都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但是普京归还土地后，格局却一瞬间打开。以黑瞎子岛为例，归还岛屿前，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开发相当不彻底，就连最基础的交通建设也没有落实到位。可是黑瞎子岛回到中国后，中国立刻建设了多条高速公路，并将乌苏大桥连接上了岛屿，岛屿气象焕然一新，俄罗斯自然也能从中沾光。俄罗斯立刻提出希望能够将黑瞎子岛建设成一个边境口岸，运输中俄的贸易货物。这一提议也得到了中方的迅速认可。在中国的带动下，黑瞎子岛的贸易事业立刻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不仅如此，黑瞎子岛也成了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迎来了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可见背靠大树好乘凉，在某些领域，中国就是那棵值得被依赖的大树。由此可见，普京4次归还领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中俄摒弃前嫌，携手合作，未来中俄或许还将带来更多惊喜，创造更多机遇。